大家好，我是艾生。这两天中文互联网真是炸了锅，为了什么呢？就是 K 签证这个事儿为什么能捅马蜂窝？因为它一下子就戳到了我们很多人心头最深的两道疤痕。第一道疤痕是关于牺牲的，有一个网友一句话就把所有人的火都给点起来了。他说：我们用血肉在边境拦住的人，现在却可以通过一纸签证合法的进来。这句话有多重呢？因为他一下子就把家乐万河谷的画面给大家勾起来了。那第二大疤痕是关于承诺。我们这几代人，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为了计划生育，当年多少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结果呢，现在因为这个 K 签证，很多人都在心里犯嘀咕：我们当年吃过这么多苦，难道就是为了腾笼换鸟，给外面的人把地方给腾出来吗？这个词儿腾笼换鸟原本是一个非常冷静的经济学的术语，但是在2025年的这个秋天，它被赋予了全新的让很多人感觉不舒服的含义。在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心目当中，笼它不再是产业空间，而是我们的家园；而鸟了，它不再是冰冷冷的产业，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腾笼换鸟这个隐喻，它绕开了所有复杂的逻辑跟辩论，它直接诉诸于人类最原始的领地意识跟生存的恐惧，它引爆了网上剧烈的一场舆情风暴。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向旨在招揽全球英才的一个非常宏观的国家的人才政策，为什么会被解读为对于本国国民的背刺？一场原本始于庙堂之高的理性的规划，又是怎么样演变成席卷全民的情感海啸的？今天我们一块儿去探寻一场关于政策、民意与信任的雪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故事要从2025年8月14号那一天说起。这一天，官方宣布将会新增一个签证的类别，叫做 K 字签证。签发的对象是外国青年科技人才，计划于10月1号正式实施。在官方的叙事里面这是一部深思熟虑的棋。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的媒体，他们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特别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收紧了技术移民政策的时候，中国必须要主动出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官方数据显示，到2025年，光是中国制造业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就将近3000万。因此K 字签证是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一个战略工具。听起来这个事情逻辑非常清晰，而且政府高层高瞻远瞩，对不对？所以这个转向的时机其实至关重要。但几乎在与此同时，同一时间，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对科技行业极其依赖的这个 H1B 工作签证采取非常严厉的限制。所以你看，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这一步棋其实中国是走得非常的精准。为了最大限度的吸引人才，政策的设计者他还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申请 K 字签证竟然不需要国内公司的聘用证明或者是邀请函。我想他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让那些有才华的外国年轻人可以先来中国入境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科研跟创业的环境和氛围，真的喜欢了再留下来。然而呢，在充满不安全感的公众眼中，这个旨在降低门槛的便利化的措施，却变成了一把没有上锁的大门，日后被解读为不设防、无门槛的铁证。所以我们看到，从8月中旬到9月下旬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这样一项政策在国内原本几乎无人问津，它静静地躺在政府网站的文件里面，等待着生效的时间，直到火星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飘过来，印度。9月30号前后，印度时报这样一些印度的主流媒体开始密集的报道中国的 K 字签证，他们的标题非常吸引眼球，说中国正在向全球人才敞开大门。这个为印度的科技人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新选择，尤其是当北美这边大门眼看着就要关上之后，这样一种墙外开花的消息，通过国内自媒体的编译跟二次创作，
瞬间变了味。一位被网民戏称为假抗姐的博主，用一句极具煽动性的话点燃了公众的情绪。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还在为找工作而发愁的时候，印度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来抢饭碗了。这句话像一颗扔进火药桶的火星，瞬间点燃了早已堆积如山的民怨的干柴。短短12个小时内，舆论呈指数级的爆炸。为什么一句话能够引爆舆论场呢？因为在 K 字签证这件事情上，从一开始就存在2套截然不同且完全无法兼容的剧本。第一套是官方的叙事，是全球人才竞争的这么一个高瞻远瞩的一个战略，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性的、精英的叙事版本。它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使用着人才红利、全球布局这样一类宏观的词汇，告诉大家，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但当民众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剧本的回应方式是居高临下的。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将公众的担忧斥责为视野狭隘、毫无必要，甚至是不自信。这样一种精英式的傲慢，这样一种试图用国家大棋局来压制个体痛苦的话语，其实恰恰是火上浇油了。而与之对决的是第2套剧本，一套由网民自发构建、充满了血与泪的历史的牺牲与生存的挤压的这样一套剧本。这个剧本的力量在于，它连接了每一个像你我一样普通人最真实的情感跟最切身的焦虑。它编织了3个强大的情感支点。首先是对于现实生存空间的无情挤压感，这背后是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令人窒息的现实。2025年8月，中国16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攀升到了 18.9% 的历史高位。而与此同时，超过1200万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内卷的高压锅。内卷是什么？它精准地捕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在一个存量薄利的系统里面，大家为了争夺非常有限的资源，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进行无意义的内耗。对于数千万目前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年轻人跟他们的家庭来说， K 签证不是什么宏大的战略，而是压在他们本已脆弱的生活重压上的又一座大山。其次呢，这个是更深层次的对于历史牺牲的一种背叛感。这个 K 签证触动了一种根植于我们集体记忆当中的关于牺牲与回报的隐性的社会契约。正如我们开篇所说，无论是计划生育的家庭的牺牲，还是家乐万河谷的英雄的捐躯，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他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个不成文的互相承诺之上的，也就是今天大家做的牺牲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换来一个更美好、更有保障的未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底下， K 字签证被视为一次深刻的背叛。网民们在网上一遍又一遍地质问，我们为了国家发展响应计划生育，牺牲了家庭的圆满，但现在你们却要引进别人的孩子来采摘果实吗？这种责问将政策的争议上升到了道德跟良心的拷问层面。它传递的信息是，你们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们的后代却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对象。这样一种给大家的感觉，其实比失业本身更让人觉得心寒。而最后是对于未来空间的侵占感。对于 K 签证的焦虑，从抢饭碗进一步延伸到对于社会资源、文化认同乃至于民族血统的长期侵占，最终导向了亡国灭种的极端的，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认为不那么理性的恐惧。但是当官方那套理性抽象的精英剧本与民众这套感性的切身的生存剧本迎头相撞的时候，结果是毫无悬念的，前者被后者彻底的淹没和粉碎了。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能够勾起这么多沉重的历史回忆的时候，就不能够光顾着骂街了。我们要坐下来，把情绪放一边，
好好捋一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碰到的这些破事儿，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家早就演过一遍了。在地球那头，好几个发达国家，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血和泪，把我们可能要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走过，把我们可能要踩的坑，他们也都已经踩过了。所以我们的视频其实也是在给中国 K 签证的未来找一份清醒的别犯傻的说明书。我挑了3个国家，他们分别代表了3种不同的玩法跟结果，分别是加拿大模式、日本模式跟美国模式。第一个悲剧是加拿大的模式，这个是理想主义瞎搞，然后把自己给玩残了。要搞明白 K 签证背后到底蕴藏着多大的雷，我们要先解剖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就是加拿大悖论。加拿大这个前总理小土豆，他的老爹老特鲁多当年搞了一个多元文化，到了他这儿，好家伙，小土豆直接是一脚油门踩到了底。毕竟小土豆他算是帅哥一枚嘛，所以他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支持他。但是没曾想到，他其实是一个绣花枕头。作为老特鲁多的孩子，小土豆他含着金钥匙出生，一辈子没有怎么正经工作过，也没受过什么苦。他过于理想主义，大白话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从2015年上台开始，本来只有3000多万人口的这个国家，在他的治下国门大开，移民配额从每年26万坐火箭涨到每年50万，各种签证加起来涌进了1560万移民。这些人中的多数，他们来了就没打算要离开，加拿大立马成了 G7 国家里面人口增长最快的。按理说人多了嘛，经济也得起飞，对不对？数据上来看 GDP 的总量的确是涨了，但是加拿大的一个智库研究表明，在小土豆玩命一样收移民的这几年，衡量老百姓真实生活水平的那个指标人均 GDP 不但1分钱没涨，还大幅下降了。这个是加拿大从大萧条以来最惨的一次人均产出的滑坡。您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枫叶国的蛋糕是做到了，但是分到老百姓手里的那块变小了。这个就叫做加拿大悖论，他狠狠地抽了这些白左政客的脸。一个失控了的人口政策，完全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系统性的往下拉。而加拿大失控的顶点是在新冠疫情。2020年国境一关，海外移民进不来了怎么办呢？小土豆定下的 KPI 不能够不完成呢，对不对？加拿大移民局搞出了一个震惊全球的骚操作，与其从海外选精英进来，不如直接在加拿大国内捞人头。他们的目标对准了境内上百万的国际留学生和临时工签的持有者。2021年2月份，加拿大移民局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开闸大放水，他们把经验类移民的筛选分数从平常需要很努力拼搏才能够达到的400-500分，直接降到了匪夷所思的75分。75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基本上等于只要你人在加拿大能喘口气，你就能够收到移民的邀请。紧接着他们又推出了一个叫做 TR to PR 的这个临时通道，这一招就彻底把加拿大的这个留学系统变成了是一条没有任何门槛的移民的流水线。全世界都看明白了，想要移民加拿大非常简单，不需要你有多牛，只需要想办法先弄个学签进来，哪怕你是读一个野鸡大专都没所谓，毕业之后随便找个工作就能够躺着等枫叶卡给寄上来。这个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一个就是系统性的降维就业，你看网上那些一手的资料，那叫一个惨。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在加拿大开 Uber， 经验丰富的医生在那儿送外卖。第二个灾难就是基础设施的全面溃败，短短2-3年涌入几百万人，房子、医院、学校都没跟着盖齐。官方数据在加拿大，你看一个专科医生2023年是27.7周，快7个月了，而到2024年要等30个周。但是我们回想一下93年的时候，其实只需要等9个多礼拜。第三个灾难是一个反常识的生产力悖论。老板有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谁还有什么心思，有什么动力去花大价钱搞什么产业升级跟研发呢？所以整个事情到底谁赚翻了？一个垄断加拿大的铁三角利益集团，垄断行业的这些银行啊，这些电讯服务商啊，他们躺着赚钱，几百万新客户的房贷
他们的手机套餐、他们的信用卡，房地产开发商房价永远涨，跟执政党自由党、新移民等着拖家带口都涌进来，自然是支持自由党继续大开国门。所有这些，他们吃了所有的好处，但是把烂摊子甩给整个加拿大社会来兜底。最后民怨沸腾，到2024年，加拿大政府自己怂了，被迫宣布要砍移民的数量。小土豆黯然下台，亲口承认我们没有掌握好平衡。说白了，就是小土豆政府玩脱了。第二个悲剧是日本模式，实用主义一条路走到黑，只要力气不要人。日本社会老龄化其实最严重，但是搞移民却是非常抠抠搜搜的，跟加拿大形成了一条非常鲜明的对比。它的核心政策叫做特定技能的劳动者和技能实习生，说大白话就是要你的劳动力，但是不要你的人。它的玩法也非常简单，行业给你定死了，只有一些比如说护理啊、建筑啊、农业这些没有本地日本人想去工作的才会对外开放，而且时间也给你卡得非常死，签证最多5年，原则上不让你带老婆孩子，到期了您从哪来的就回哪儿去。这个就是一个旋转门的模式，就是想搞一个干干净净的劳动力的补充方案。但是如果我们撕开皮看的话，其实里头全都是血和泪。大量的调查报告都说，日本的这样一种移民的模式，实际上是滋生现代奴役的温床。那些实习生，他们来日本之前就背了一屁股债，到了日本，护照被收走，工资他给的远远低于法定的标准，干的都是日本人不愿意干的3K 工作，也就是危险、辛苦跟肮脏的工作。签证跟老板绑死了，你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就算是正儿八经去日本工作的那些外国人，他们一样也要面对一堵看不见的墙。日本的法务省自己调查说，有30%的外国人都经历过歧视，40%的人租房子被日本房东拒绝过，25%的人找工作因为是外国人而被拒过。所以日本这套玩法，他们得到的的确是社会更稳定，它避免了文化冲突，但失去的是经济的活力，因为整个日本社会死气沉沉，没有新鲜血液，创新从何谈起？这是一种慢性的自杀，一种有管理的衰退。第三个悲剧是美国模式，美国为全球顶尖人才设计的所谓 H1B 的工作签证，在过去20年被印度人彻底玩坏了。它本来是一个招揽精英的工具，结果变成了被几家总部在印度的 IT 外包巨头，什么塔塔公司啊，还有就是 Infosys 用来搞劳工套利的管道。他们的玩法非常简单，在印度大规模招募工程师，然后铺天盖地的申请 H1B， 利用制度的漏洞，给的工资特别低。有报道说，所有 H1B 职位里头有60%的工资都远远低于当地同行的中位数的水平。印度人给每一个申请者都同时用了5-6份申请递过去，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有70-80%的这个 H1B 的申请的签证最后都落到了印度人手里。有一个在美国科技大厂工作的华人哥们，他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大实话，他说印度同事除了能说会道，技术实力整体上比中国人差了一个档次。还有在加拿大普遍流传的一句大实话，就是一个公司它只要招进来一个印度人，很快你就会发现整个公司全都是印度人。说这些话的不是种族歧视，他说的是一种职场生态的变异。当一个系统它不是奖励你技术实在，而是奖励你特别会钻营、会钻系统的漏洞、会搞办公室政治、会拉帮结派的时候，那老老实实干活的那些真正的精英人士，他的价值就会被贬低，劣币就会驱逐良币。这其中让人最感觉不是滋味的，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迪士尼的故事。2015年，迪士尼解雇了大概250名 IT 员工，但是在他们滚蛋之前，公司要求他们必须要手把手的培训那些即将取代他们的人，也就是外包公司送进来的 H1B 的印度员工。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面，这些美国人他们不得不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把自己辛辛苦苦干了10几年的活，辛辛苦苦总结来的这个经验，一点一点的手把手的交给那个马上要抢走自己饭碗的印度人。这个已经不仅仅只是失业了，这是一种
赤裸裸的羞辱。所以美国这个 H1B 的模式，它既是对于本国工人的伤害，其实也是对于整个移民制度的伤害。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最近试图用一种极其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掀桌子，他给所有新的 H1B 的申请抢加了一张10万美元的天价门票。好了，我们看到加拿大、日本跟美国这3大坑，我们都大概了解了。那现在我们就拿着从他们的血泪史当中总结出来的4个共通的失败基因，像照妖镜一样，回过头来我们拷问一下这个 K 签证。第一个，我们要问 K 签证有没有可能被利益绑架呢？我们看到美国的 H1B 被印度的 IT 外包公司绑架，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被本地的垄断行业，比如说银行啊、电讯呢、地产商绑架。那 K 签证呢？官方说是为了青年科技人才而准备的，但是这个定义非常的模糊，而且它允许创业这样一条留下的口子太大了，会不会最后会走了样？第二条，我们对于基础设施的压力做好准备了吗？加拿大的教训就在眼前，一旦人进来的这个速度超过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的速度，那么苦果就需要全体的市民，特别是本地的年轻人来买单。我们现在加拿大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本地的年轻人哪怕想找一份特别基础的入门级的工作，比如说麦当劳，你都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跟那些印度人比。他们只要有一个人进了一家麦当劳，很快你会发现整家麦当劳全是印度人。所以回到我们的 K 签证，不需要雇主担保，还能够带家属，这就有了形成永久移民社区的可能性。一旦这些人涌进了本来就拥挤的北上广深，那么我们对当地的那些住房、医疗、教育资源做过压力评估吗？我想广州、温州跟义乌的市民对于这个问题，或许他们更有发言权。那第3条就是我们的这个审核机制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可能是最要命的一个问题。美国的 H1B 不就是前车之鉴吗？一个想要选精英的制度，最后变成了印度外包公司靠提交海量申请，用数量来冲击概率的工具。我们得小心在执行层面，会不会某一些政府为了完成 KPI 就放水呢？那这个还只是被动的风险，更可怕的是主动的成体系的漏洞攻击。有一个网友的比喻，我觉得非常的形象，他说一个人才可能会是一个压缩包。您听听这个话，这个形容背后是对于一种行为模式的深刻的洞察。因为有一些特定的群体，他们把研究制度的漏洞，并且将其产业化，当成了是一种生存的技能，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生存的智慧。2024年，在所有被鉴定为伪造的国际学生的入学文件当中，加拿大发现 80% 是与印度申请者相关的。这些人到了加拿大以后，他们也不读书，就找地方打工，一旦风声变紧之后，干脆直接申请难民庇护。看到了吗？从伪造学历到工作证明，想方设法先登陆，然后赖着不走，搞身份，接下来就把整个家族、整个村子的人都通过各种渠道全都搞过来。这样一些套路对于三哥来说是常规操作，加拿大的移民系统早就被他们玩坏了。更夸张的是，我看到有些印度的网友已经在研究针对于江浙沪女性的一整套的流程，通过搞定他们的芳心，他不仅能够搞定中国的身份，还能够直接搞定了他们的万贯家财。所以政府的审核机制跟团队真的准备好了跟这些专业的骨灰级玩家过招了吗？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经验，甚至有产业链支持的闯关的团队的时候，我们政府那些过于理想化的审核系统，很有可能就像纸糊的城墙一样，轻轻一戳就破了。我想这个才是很多人对于 K 签证顾虑非常大的其中一个原因。第4点，我们考虑过新的移民进来以后，到底要怎么样融合吗？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就算是文化差不多的东亚人，想要完全融入日本社会，其实都难于上青天。而 K 签证对于申请人的文化背景、语言能力，甚至于价值观没有任何的要求。
那过去这些年，老百姓本来已经对于外国人有超国民待遇这件事情，早就已经憋着一肚子火了。一个不考虑文化融合的人才引进的政策，将来要付出的社会治理的成本，可能会远远超出它短期带来的那么一点经济的好处。所以在这种非常深刻的、有全球案例支撑的、可以理解的全民焦虑的情绪底下，一位关键人物的登场，让火势彻底失控。他就是胡锡进。9月26号，胡锡进发文，试图扮演一个调停者。他承认，在失业率高企的背景底下，公众的反对声音是正常的。他也呼吁有关部门出来解释说明，以安抚人心。但是呢，在当时已经高度情绪化的舆论场里面，这样一种看似中立的和稀泥的态度，被广泛解读为对于政策的变相的辩护。公众期待的其实已经是对于 K 签证的彻底否定，而不是解释。任何试图进行理性客观辩护的尝试，几乎都在公众情绪的层面触发了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利火效应。胡锡进的辩护被解读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反而激怒了更多人，让他们觉得说，看吧，上层他们果然不把我们的死活当回事。所以最终的结果不难想象，胡锡进的评论，他非但没有降温，反而因为他巨大的影响力，客观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灾难性的反效果。从此以后 K 签证就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舆论的海啸。微博是引爆点，而其他平台则各有分工。知乎成了深度分析的阵地，无数的长篇细文引经据典。B 站跟抖音通过短视频历史的剪辑将复杂的争议转换成了简单直观的情绪的符号，极大的降低了事件的理解门槛。而愤怒的网民则自发的挖掘各种信息，包括这个政策提出者的个人的信息，他当时的一些黑历史，甚至涌入了国务院的官方的小程序、人大官网等等合法渠道，进行各种实名的投诉跟建议。所以 K 字签证事件它并非孤立，它的爆发的逻辑在中国过去10几年的重大公共事件当中是曾经不断的反复的上演。我们看到从厦门 PX 项目系列的抗议到成都七中食堂事件，他们的演化路径都如出一辙。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由于在初期缺乏合理的应对，缺乏透明的程序，缺乏对于基层群众的共情跟有效的沟通，最终都演变成了一场关乎政府根本信誉的政治危机，也就是掉入了那个非常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当一个政府失去了公信力的时候，无论他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错事。这个也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悖论。一方面，像艾德曼信任晴雨表这样的全球调查年年都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 91%， 位居全球的榜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亲眼目睹了这个信任在 K 签证这样非常具体的议题上瞬间彻底的崩塌。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一种脆性的信任，它的根基是基于结果的有条件的默许，也就是说，政府只能够继续兑现其核心承诺，也就是保障安全、发展经济，并且将本国公民的利益置于首位。那如果政府信守这个承诺，公众就会总体上给予政府非常大的信任。但是这样一种信任呢，它就像是一层坚硬但是却又很薄的玻璃。当某一项政策，比如说 K 签证，被公众认为是直接违背了上述的核心承诺的时候，这样一层非常脆弱的玻璃就会瞬间被击碎。视频的最后，我还想问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今天很多国家引进移民是为了解决昨天的问题，比如说劳动力不够，但是这样一些工作岗位也有可能是明天最容易被 AI 跟机器人给取代的。等到 AI 跟机器人可以把这些工作都做起来的时候，那你今天当成宝贝引进来的这些人才，那到时候你让他们去哪儿呢？如果是靠 K 签证来引进国外高端人才的话，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只要求本科以上这个学历这么低的要求显然不足以服众。那如果你是想靠 K 签证从外头找人进来解决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问题，那这个解决方案真的可持续吗？
尤其是考虑到在移民国家普遍已经在走回头路的前提底下，那真正的方向其实是不是应该首先向内做好工作，比如说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力，比如说把蛋糕分好，实实在在的做工作来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跟安全感，让大家愿意生孩子呢？或许这些才是正道，而不是整天想着去抄什么近路，去喝那杯看起来解渴的毒药。所以归根到底 ，K 签证的危机是将中国社会的治理危机推向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在今天这个利益多元化、信息流畅的这个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到底应该如何制定跟执行呢？是选择退回到一个更封闭的模式呢，还是选择进化到一个更开放、更透明、更愿意公开协商跟回应民众诉求的一个治理模式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如果您对于 K 签证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分享。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